你好，我是阿素，這裡是阿根廷。如果你此刻打開窗戶，或許還能感受到這個國家在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決賽後，空氣中彌漫着的那股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沉寂。就在昨天，阿根廷 vs 西班牙的世界杯決賽落幕了。結果，阿根廷輸了，無緣世界杯冠軍。在領完充滿遺憾的銀牌後，全網鋪天蓋地都定格在了同一個畫面。那個在綠茵場上抗爭了20多年的球王梅西，落寞地走到球場中央。他站在那裡，面對着無數的觀眾和鏡頭，最終按捺不住內心的悲傷，像個無助的孩子一樣，傷心地哭了起來。那一刻，全場的球迷沒有離去，而是齊聲高喊，歌唱着他的名字。看着他臉上混雜着汗水與淚水的傷心與痛苦，我相信屏幕前無數人的心也跟着猛地碎了一下。那是一種揪心的難受，更是一種巨大的無力感。我們不得不去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即便是最耀眼的英雄，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；即便是寫好了完美開局的童話，也終究要面對遺憾的謝幕。這就是人生的無常。可是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為什麼會哭得比當事人還要傷心？我們到底在為梅西難過什麼？心理學暢銷書《也許你該找個人聊聊》中有一個直擊靈魂的觀點，他是這樣說的：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，就是哀悼那些從未發生過的人生。什麼是哀悼從未發生過的人生？在這場決賽吹哨之前，在我們所有人的大腦劇本裡，都預演過無數次那個完美的結局。梅西在漫天金色的雨中，再次高高舉起大力神杯，用一個史詩級的圓滿，為自己的職業生涯畫上最無懈可擊的句號。那個結局是如此的美好，以至於我們每個人都把它當成了應得的未來。然而，現實的哨聲揉碎了劇本，西班牙贏了，梅西輸了。我們此時此刻的痛苦、失落和心碎，本質上就是在為那個本來可能發生，卻永遠不會再發生的完美結局，做一場未完成的告別。我們不僅是在為梅西遺憾，更是在借着梅西的眼淚，哀悼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同樣付出了全部努力，卻最終功虧一簣的自己。你是不是也曾像昨天的梅西一樣，為了一個夢想備考了幾年，為了一個項目拼盡了全力，為了一個人傾注了所有？可最終的結局卻是一場避無可避的潰敗。那種面對歲月流逝，面對身體機能下滑，面對宿命捉弄的無能為力，就是我們一生都逃不過的愛而不得。面對這樣的無常和遺憾，我們的大腦通常會做些什麼呢？我相信，在決賽結束後的這20多個小時裡，無數人的腦海裡都在瘋狂地閃過各種各樣的如果。如果那個球傳得再準一點就好了；如果比賽再多一些進攻，少一些防守和失誤就好了；如果梅西能再年輕4歲，身體處於巔峰狀態，結局是不是就會完全不一樣？這種停不下來的如果，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反芻思維。我們的大腦非常固執，它總是試圖通過在腦海裡反覆重演過去，來逃避眼前這個讓我們痛苦的現實。但是，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，無論你在腦子裡把那場比賽重新踢多少次，無論你多麼渴望時間能夠倒流，那個冰冷的結果依然躺在各大媒體的頭條上，沒有發生一絲一毫的改變。這種對抗，除了讓我們在遺憾的泥潭裡越陷越深，帶來無盡的內耗和痛苦之外，毫無意義。前一段時間，阿素和大家深入分享過埃克哈特·托利的經典著作《當下的力量》。書裡有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，每次我讀到都覺得像是一記當頭棒喝。他說，你所有的痛苦，本質上都是對當下的一種抗拒。當你不再與現實對抗，痛苦就會消失。當下的力量告訴我們，時間其實是一個幻象，過去已經發生，它成了無法更改的歷史；未來還沒有到來，它充滿了不確定。我們唯一能夠真正擁有的，只有此時此刻，也就是當下。很多人之所以感到極大的痛苦，是因為他們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耗費在了去和過去對抗上。我們可以把這個智慧帶回到昨天的球場上。阿根廷輸了，無缘冠軍，梅西在球場上痛哭，這就是已經發生的唯一的現實。接受這個現實，並不意味着我們懦弱，也不意味着我們承認失敗是應該的。接受不是放棄，而是不再和現實對抗。
當哨聲吹響的那一刻，那場充滿缺憾的比賽就已經變成了過去。如果我們一直活在如果當初的執念裡，我們就是在用過去發生的事情來持續懲罰當下的自己。對於梅西來說，在哭過、痛過之後，他也必須要走出那個充滿遺憾的球場，去擁抱當下的生活。而對於我們屏幕前的每一個人來說，也是一樣的。人生沒有如果，生活只有結果。當你學着用當下的力量去擁抱這個不完美的結局，去接納這個流着淚的梅西，你會發現你心裡那股擰着的勁兒突然就鬆下來了，因為你終於放下了那個叫做應該的劇本，開始學着去面對那個叫做真實的世界。當我們放下了對過去的對抗，當我們的心終於在當下安頓下來，我們必然會面對最後一個，也是最觸及靈魂的終極問題，那就是如果努力的終點是一場避無可避的失敗，如果拼盡全力的結局是充滿遺憾的無常，那麼我們這一路走來的付出到底還有沒有意義？難道梅西這20多年在綠茵場上的奔跑，那些數不清的汗水與傷痛，真的會因為昨天下午這一場決賽的失利而全部化為烏有嗎？2年前，阿素曾分享過一本改變無數人命運的心理學巨著，維克多·弗蘭克爾的《活出生命的意義》。作為從納粹集中營裡九死一生幸存下來的心理學家，弗蘭克爾見證了人類所能經歷的最極致的無常與痛苦。在這本充滿苦難與微光的書裡，他留下了一句跨越時代的至理名言。他說，人生的意義絕不取決於你最終得到了什麼結果，而是取決於你在面對結果時採取了怎樣的態度。弗蘭克爾告訴我們，生命的意義不是被動等待別人來賜予的，更不是由世俗眼中的成功或獎盃來定義的。相反，是在你面對苦難、面對失敗、面對無法更改的遺憾時，你所展現出來的尊嚴、你的堅韌，以及你如何繼續活下去的姿態，賦予了你生命最終極的意義。讓我們把目光重新投向昨天那個在世界杯賽場上痛哭的梅西。是的，他輸掉了這場決賽，他沒能再次高舉起大力神杯，這當然是巨大的遺憾。但是，請你閉上眼睛想一想，那個從羅薩里奧走出來的侏儒症男孩，那個克服了無數身體局限，在無數次被纏倒後又無數次站起來的少年，那個橫跨了20年足球歷史，帶給全世界數以億計的人快樂、激情與信仰的球王，他這一路走來所書寫的波瀾壯闊的傳奇，會因為昨天那塊小小的銀牌而失去光色嗎？絕對不會。真正有意義的，從來不是最後那1秒鐘的捧杯儀式，而是他在這20多年的歲月中，用每一步的堅持，每一次的抗爭所凝聚出來的閃閃發光的過程。他流着淚離場的姿態，不僅沒有毀掉他的偉大，反而讓他從高高在上的神明，變成了一個真實、溫熱、有血有肉的凡人英雄。他用他的眼淚和失敗告訴我們，即便是球王也會痛，但他愛過，他拼過，他無怨無悔。世界杯已經落幕了，英雄也已經走下了神壇，但這並不是終點，而是另一個開始。我們終其一生，可能都沒辦法成為那個拿滿獎杯的常勝將軍。在生活的賽場上，我們也會遇到像昨天那樣的潰敗，會面對愛而不得的遺憾，會遭遇冷酷無常的打擊。但請記住，活出生命的意義帶給我們的啟示，哪怕人生的劇本沒有按照我們的期待去發展，我們依然可以通過我们面對失敗的姿態，去活出屬於自己的尊嚴與意義。去接納那個不完美的結局吧，去擁抱那個在遺憾中依然要繼續前行的自己。英雄的謝幕是為了讓我們看清人生的真相，而看清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，依然步履不停的你，就是你人生賽場上唯一的真正的王。我是阿素，我在阿根廷，祝你無懼無常，活在當下。我們下一期再見。